朋友们好，我是江峰。你们猜这次老习访问朝鲜，朝鲜一共给他出了多少版面？6月9号和10号2天加起来，朝鲜劳动新闻11个彩色整版，133张照片。短短27个小时的访问，9场活动，金老三场场必到，寸步不离。连习近平回宾馆，他都亲自送到门口。排场给到这个份上，按理说怎么也该弹出点东西来吧。我把两党发表的所有通稿从头到尾翻了一遍，核武合作0，军事同盟0，俄乌战况0，干干净净一个没有。这就怪了，出发之前金正恩刚刚高调视察新型军舰万吨级驱逐舰秘密水下武器，核力量扩张，刀都快拍到桌面上了。这趟访问又正卡在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的节骨眼上，结果呢，全都没有。通稿里最具体的合作清单，大伙儿听听：经贸、农业、建筑、医疗卫生、教育、文艺、旅游、体育、媒体、青年、友好城市。这是2个核国家领导人的会谈成果吗？为什么惨成这样？答案就一句话：他手里早就没有军权了。他带不来一箱军火，一颗导弹，在家里中纪委正一个接一个的抓他的铁杆家臣，他连一个都保不住。他要是真跟金正恩签下军事盟约，回到北京，军头们根本不认账。一个签字不算数的人，谁跟你谈硬货？可越是什么都谈不成，他越是反复高调的保证3个不变：对朝友好立场不变，对金正恩的支持不变，维护中朝共同战略利益的决心不变。听话听音，锣鼓听声。在集权政治的黑箱里，越是反复向小兄弟保证不变，越说明家里做主的掌柜已经变了。1953年斯大林刚死，赫鲁晓夫屁股还没坐稳，第一件事就是向金日成保证援助绝不改变。1976年北京粉碎4人帮，华国锋、叶剑英第一时间给平壤发报：中朝友谊万古长青。记住这个规律，每一次郑重其事的不变保证，背后都是一次政权核心的剧烈震荡。所以3个不变翻译成人话就是：金老三，北京内斗杀红了眼，你老实待着，别惹事儿。掌柜换人了，但该给你的粮食、原油和保护伞一滴都不会少。这趟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全程分量最重的军事场景，牡丹峰下的中朝友谊塔，2国国歌奏罢，响起一段哀伤的乐曲。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，低头默哀。之后他观看了仪仗队分列式，一个名义上统帅着200万大军的3军统帅。27个小时的访问里，他检阅的唯一的部队就是朝鲜的仪仗队，检阅的地点是烈士纪念塔。那他自己的军队呢？整趟行程里，解放军只以一种形式出现过，那就是名册里的烈士。新华社说，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。这是这位统帅全程唯一的一次开口谈军事，谈的还是70多年前阵亡的将士。活的军队他一个字没提，不是不想提，是提了不算数。2位总书记在这个军事场景里达成的唯一共识是什么？新华社说，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，开展革命传统教育、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。2个核国家的领袖站在军事同盟条约65周年的节骨眼上，谈成的唯一的军事合作是一起守好墓地。检阅仪仗队在死人墓，翻开名册和金正恩谈死人。最后的军事合作是守好死人。3军统帅的全部军事日程献给了70多年前的亡灵。这就是一个没有军权的统帅能得到的最高军事礼遇。死的部队随便你看，活的部队一兵一卒都不让你碰。那么是谁敢给当朝皇帝上这样一课？他回到北京之后，那场血色拆机局又是怎样一锤一锤砸下来的？别走开，进入中南海这场杀局之前，先插播一个咱们频道的专属福利。最近市局动荡，费心劳神，江峰一直给大家推荐的调理极品就是普瑞堂的明星产品玄宝黑参。现在
普瑞堂给咱们频道的观众推出了非常实在的福利，每单买满500美元，直接赠送1整根高品质的玄宝黑参，而且上不封顶，买得多送得多。结账时记得输入咱们频道的专属优惠码 GF， 享受优惠，全球包邮，直接送到您家门口。购买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。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与支持。好，咱们接着聊，把镜头从平壤的鲜花堆里拔出来，对准2天之后的北京。6月11日清晨，北京全军的起床号是6点30分，就在起床号吹响之前的1分钟，6点29分，中国军方的最高喉舌《解放军报》把当天的头版推送到了全军官兵的手机上，头条标题8个字：防祸于先，远离危墙。这个时间是掐着表算好的，赶在起床号之前，赶在早交班之前，赶在早饭之前，军委要的就是这个效果，让全军将士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见这堵墙。文章里杀气腾腾，白纸黑字警告党员干部要远离可能招致违法乱纪的危墙。将军们端着早饭碗读完，锣鼓听声，听话听音。这堵不能点名的危墙是谁？不就是前天下午刚从平壤飞回来的习近平和已经危在旦夕的蔡奇、王小红吗？有朋友要说了，江峰，你这是不是过度解读？人家就是一篇谈纪律的文章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当一回文字侦探，把这篇文章放在解剖台上，一刀一刀切开看完你再下结论。第一刀切标题，防祸于先。注意这个祸字，反腐文章谈腐是钱的事儿，是双规审查的事儿。祸是什么？祸是要死人的事。解放军报跟全军谈祸，就把文章从纪律教育抬到了生死存亡。再看远离危墙，这类文章的标准动词从来是守住底线，是党性教育，远离危墙是逃生演习。一字之差，这篇文章的性质全变了。这个典故的出处更要命，孟子尽心上，知命者不立乎严墙之下。大伙儿注意，孟子这句话讲的不是忠诚，是保命。这支军队过去10年天天被灌的是什么？绝对忠诚，军委主席负责制。一支讲绝对忠诚的军队的机关报头版突然改讲明哲保身的保命哲学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忠诚的对象已经作废了。这张报纸在教将军们的是怎么逃生。第二刀数他没写的字，我把这篇文章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筛子，数3个词：核心没有，2个维护没有，军委主席负责制没有。朋友们，这3个词是过去10年解放军报头版的标配，是每一篇军报文章的进门通行证。不带这3个词，文章根本上不了版。而6月11日这篇头版雄文4平8稳几千字，把统帅的座位连同座位底下那套制度从纸面上整个抠掉了。一篇文章最响的地方从来不是他写了什么，是他没写的那几个字。这3个没有，就是3声丧钟。第3刀问这张报纸归谁管？有人要问军报怎么改，他吃了雄心豹子胆。问对了，解放军报它是中央军委的机关报，归军委政治工作部管。政治工作部主任原来是苗华，习家军在军中的大管家。2024年11月，整场军中大清洗，第一个被拿下的就是他。换句话说，这张报纸今天姓谁？答案2年前就写好了。还有一层，老兵都懂。头版文章一落地，当天就是全军各部队党委中心组的学习材料，是政治干部早交班的传达内容。它不是评论，它是命令的文学形式。2012年，王立军夜奔薄熙来倒台，北京满城谣言，军报头版连着多少天讲听党指挥，不信谣不传谣。军报的头版从来只干2件事：宣誓效忠或者宣布换主。这一次他干的是第2件。第4刀问他为什么不点名，有人说不点名就是还没坐实，恰恰说反了。中共的规矩里，点名是判决书，判决书下达的时候一切都结束了。不点名是动员令，
动员令的狠处在于，他逼着每一个读报的人当场交答卷，你读懂了，挪不挪？挪就是投名状，不挪就排进陪葬名单。一篇不点名的头版，让全军几千名将官在同一个早晨每人表了一次态。这套戏码有现成的先例。2014年3月，周永康的传闻满天飞，两会上记者发问，政协发言人吕新华回了3个字：你懂的。结果全国都懂了。可是官宣呢，7月29日才来，中间这4个多月就是给整个政法系统留的切割窗口，割得干净的你就活下来了，还在墙根底下徘徊的，在后来的落马名单上一个不少。这篇远离危墙就是军队版的你懂的。而且这一次窗口是带倒计时的，中纪委派出的各路中央巡视组6月底收工，五中全会剑指7月。军报这篇文章等于对着全军的大喇叭广播，切割窗口，还剩几个星期。那这堵墙到底塌到什么程度了？中纪委正在地方上大开杀戒，彭丽媛和习近平的铁杆家臣一个接一个被塞进小黑屋。6月5日，福建帮的大脑中央党校校长陈希突然免职。要知道1月20日张幼霞、刘振利出事的现场就是中央党校，拿掉陈希就是收走案发现场的看门人。6月6日，中纪委官宣拿下北京市政协主席魏晓东，蔡奇做北京市委书记时的组织部长。蔡奇前脚收拾行李陪着主子去平壤，后脚他在北京的组织档案就被人抱走了。谁是危墙？这堵墙就是习近平、彭丽媛和蔡奇在北京那座正被一砖一瓦拆卸的权力大厦。再看墙根，20大选出来的7个中央军委委员，到今天已经去掉了5个。他那批31军嫡系，去年4中全会之前就被清洗干净了。军报喊远离危墙的时候，回头一看，墙根底下其实早就空了。朋友们，墙从来不是被人推塌的，在中共，墙塌的方式是所有人在同一个早晨读完同一张报纸，然后同时后退了一步。6点29分，那一声推送就是后退的口令。6月8号，平壤锦绣山地区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，它是金正恩2024年5月刚刚重建的。落成那天，全世界的媒体都拍了同一张照片，崭新的大楼正面挂回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巨幅画像，这2张脸几十年没在平壤的建筑上出现过了。全世界的共产政权死的死，改的改，只有这里还在给马克思刷金身，一座共产主义的标本馆。6月8日这一天，标本馆里迎来了一件活的展品。金正恩满脸堆笑，拉着习近平走进3号楼的阶梯教室，台下坐着300多名神情紧张，连眼皮都不敢眨的朝鲜学员，而学员课桌的电脑屏幕上赫然显示着一篇文章，正是习近平刚刚发表在朝鲜劳动新闻上的署名文章。活人站在教室里，看着自己被当成教材。朋友们，这一幕真正的毒不在台面上，在日历上。就在他动身去平壤之前，中央党校校长陈希被免职。中央党校是什么地方？中共的第2组织部。同一个星期，北京收走了他的党校，平壤请他参观一所党校，北京拔掉了他的校长，平壤让他看自己的文章被钉在课桌上。黑箱政治里最完美的生前政治退位仪式就叫供起来。在北京，你用来发现干部安插亲信的车间被我们连根收走。在平壤，我们给你准备了另一所党校，把你的名字做成历史标本，供在异国学员的屏幕上。你已经不需要现实中的任免权了，老老实实当一尊泥塑的活神仙吧。一个在家里连大太监李强、王沪宁都开始阳奉阴违，连中纪委上门抓人都保不住的领袖，在平壤的教室里听着300个异国学生对着他的名字山呼万岁。这一幕荒诞的令人窒息，更觉得还在后头。2党总书记走到学校的草地上，合力种下一棵常青树，立了一块石碑，友谊万古长青。种树立碑
翻花名册，大伙儿在体制内待过的都明白，这是退休老干部去公园的保留项目。我再给你们讲个旧事。当年华国锋按华国锋模式交了权，在西黄城根的院子里种了30年葡萄，100多棵，亲手剪枝直到去世。那是他退位之后自己给自己找的营生。老习比他体面，人还没正式下台，平壤就替他把树种好了，连碑都立好了。万古长青这4个字，大伙儿品一品，你们什么时候见过他用在活的权利上？万古长青是写给已经进入历史的东西的。那块碑不是外交礼仪，是一块提前竖好的墓志铭，埋的不是人，是权力。平壤的干部学校把他的权力标本化了，平壤的石碑把他的军权历史化了。你在台前继续演，反习联盟就在台后继续拆。再看一眼随行名单，这趟毕业旅行的成色就全出来了。彭丽媛因为李克强案被编控整整2年，这一次是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特批放行，蔡奇大内总管，全程随行。习、彭、蔡、福建帮还能动弹的核心资产，6月8号到9号全部离京。一个出国要别人批条子的统帅，谁在统谁在帅，一张批条就是答案。而他们前脚出门，北京发生了什么？大伙儿在上一幕已经看到了。这一趟访朝的日程表就是北京拆迁队的施工排期。写到这儿，懂行的老观众可能已经后背发凉了，因为这一幕中共的历史上演过一遍，一模一样，连地点都没换。平壤，37年前，1989年4月23日，另一位中共最高领导人总书记赵紫阳登上了去平壤的专列。那时候做东的是金正恩的爷爷金日成。赵紫阳人在平壤的第3天，4月26日，北京的人民日报头版甩出了那篇著名的社论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。调子定了，刀已出鞘，而总书记本人是在平壤从新闻里知道的。4月30日，他回到北京，发现局已经做完了。50多天后，总书记职务没有了。再后来是富强胡同6号院里15年08个月的软禁，直到死。记住这条中南海的宫廷家法，要动一把手，先送他出国；要做大局，就趁他在平壤。领袖的专机一起飞，北京的刀就出鞘。他在国外被鲜花和万岁包围的每一个小时，都是家里拆他权力的工时。最讽刺的是，这个轮回，老习这个人恰恰是踩着赵紫阳倒台之后那条保守派轨道，一步一步爬到今天的37年后同一条平壤铁轨，把他自己送进了同一个局。金家祖孙3代给2位中共总书记当了同一回东道主。1989年用的是人民日报，2026年用的是解放军报，报纸换了一张，刀法没换。6月9日下午，专机落地北京。37年前，赵紫阳也是回到了北京。不同的是，赵紫阳回北京之后还有50多天可以挣扎，而老习40个小时后，清晨6点29分，起床号前1分钟，全军的手机同时亮了。军报只是锣响过了，要看刀。这个局一共3步棋，夺一把刀，撬一张嘴，定一个日子。第一步棋，夺刀。中共权力斗争到了最后关头，拼的从来不是谁官大，是谁手里还有能抓人的人。中央警卫局是仪仗队，按规矩不能干脏活，能在北京城里封门控人，半夜带走1个部长的只有1个口子，公安部。公安部长王小洪，福建帮铁杆，习近平从福建一路带进中南海的贴身刀把子，这把刀不夺走，习近平就还能咬人。所以大伙儿现在回头看5月30日那条消息就全看懂了。关志欧突然接任湖北省委书记，原书记王忠林进京另有任用，任什么用？王忠林华东政法毕业，公安系统出身，是个内行，又是李克强当年提拔的人，顶着山东官员的身份，习近平挑不出毛病。
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工具人，专门用来换王小洪。只要王小洪还戴着公安部长这顶帽子，中纪委的刘金国就动不了他，帽子一摘，地动山摇。刘金国审人的刀法值得单讲一句，传说他拿下马兴瑞靠的不是贪腐账本，是2个字：反党。谈四人帮，谈王洪文、张春桥的生平，话里话外指控你反党。马兴瑞起初仗着自己是彭丽媛的嫡系，根本不怕，可反党这顶帽子一扣，他就不得不开口替自己辩解，因为连习近平夫妇都不敢公开反党，党比习大，挡箭牌失效，一开口心理防线就开始漏水，漏着漏着人就交代了。刘金国已经找王小洪谈过好几轮，王小洪是老公安，审讯的套路他自己就是祖师爷，嘴硬油盐不进，但他扛着的不是审讯，是一个问题：习近平会不会弃车保帅把他交出去顶罪？要知道习近平早就动过这个念头，交出王小洪换自己连任。哪天王小洪想明白了这一层，这块硬骨头自己就酥了。第二步棋，撬嘴。王小洪难啃，可福建帮还有一张好撬的嘴，陈希。回到1月20日那个现场，中央党校外有公安警戒，内有中央警卫局把门。张幼霞、刘振立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在党的最高学府里中埋伏，连军队清场都没安排，在那个院子里动手。没有校长陈希的配合，门都进不去。陈希一定知道内情，而且大概率就是局里的人。现在这位校长被摘了帽子，下一站就是中纪委的谈话室。王小洪当了一辈子公安，见惯了血。陈希是清华出来的文化人，一辈子待在书斋和组织部的格子间里，没见过真正的血腥场面。马兴瑞那样的硬汉都没熬过刘金国的反党刀法，陈希的骨头不会比马兴瑞硬。只要陈希一开口，1月20号那笔血账就直接记到福建帮的总账上，蔡奇、王小洪一锅端。第3步棋，定日子。这场合围是排了工期的。6月2日，中纪委拿下王岐山的金融旧部李小红，金融线收网。6月3日，石泰峰和刘金国借着树立正确政绩观的名头，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进驻10个地方和单位：吉林、湖北、湖南农业农村部、社保基金会、建设银行、中海油、国家管网，再加上北大、南大、钱柜、粮仓、笔杆子，一夜之间全进驻了工作组。连保定市委书记党小龙，习近平的老乡，都给换了，一点面子不留，连嗅觉最灵的老政客都闻到味儿了。前些天，贾庆林突然在雄安露面，地震之前老鼠先搬家，巡视组6月底收工，五中全会建指7月，所有的线头收拢到同一个日子，把习近平的全部权力在全会上走完最后的程序。去年4中全会，他答应过按华国锋模式下台，转头就在1月20日动了刀。这一次没有人再给他出尔反尔的机会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内容帮你看清了那堵墙，请把它转发给还站在墙根底下的朋友，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咱们才不会在算法的人海里走散。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判断，下一次6点29分的推送会在哪一天到来？我是江峰，咱们下期再见。